这个男人是个他拿着红酒兴高采烈的回了家，结果却撞见了媳妇儿的大型出轨现场。男人顿时火冒三丈，他拿起了手上的红酒瓶子，狠狠地回到了车上。心情郁闷的男人来到了酒吧，本想着一醉解千愁，可这时门口的一个舞娘叫住了男人，她上来就对着男人开始了一顿言语挑逗，接着又把他领进了酒吧里，还给男人跳了一段性感的小舞蹈。男人讲话了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可男人并没有发现，女人此刻已经把手悄悄放在了他的口袋上。就在男人情深意浓，即将把持不住的时候，酒吧的老板突然叫停了他们。Hey, Penelope, in the office now. 来到办公室的女人把一张信用卡递给了老板。原来女人和老板还有一个副业，那就是专门盗刷已婚客人的信用卡。因为这是酒吧，所以受害人一般情况下不会报警。这时女人提出想要多分一点钱，毕竟所有的事儿都是她干的。可老板还是打算像以往一样28分账，这引起了女人深深的不满。二人一言不合就扭打在了一起。而办公室里女人的惨叫声也引起了屋外男人的注意。男人二话不说闯进了屋里，将老板按在地上一顿暴锤。这很合理，媳妇儿给我戴绿帽子可以忍，当我面欺负脱衣舞娘不行。这时老板站了起来，开始对着男人放狠话，可男人却拿起了老板桌上的手枪，二话不说就对着老板的手开了一枪。小兔崽子，你刚才那股狠劲儿呢？接着女人拿走了老板所有的钱，赶紧跟着男人开车逃跑了。等老板追出来的时候，二人早就没影了。惊慌失措的二人一路把车开到了郊外，为了防止被老板抓到，他们又从老板那儿拿来的钱买了一辆跑车。这时女人和男人坦白了一切，她说自己本来只是想骗男人一点钱，可没想到男人居然会为了她出头。现在她已经深深的爱上了男人。听到这一切，男人很大方的原谅了女人，并且他准备带着女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可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二人只好来到了路边的旅店。下车之后，女人妩媚的弯下了身子，男人心领神会的哭呲给了她一炮子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此刻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旅店厨师的监控之下。等他们回到房间后，厨师也立刻下了车，并且还从车旁边拽出了一具尸体。这个旅店老板是个变态，他在旅馆的每个房间里都装了摄像头，不管客人在房间里干什么，老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而且他还会趁客人不在的时候偷偷溜进客人的房间，然后拿起他们的随身衣物。哦耶！可这还不是最变态的，他一般会在客人退房之前主动邀请客人吃一顿饭，而这时他就会把蒙汗药下进客人的饮料里。等客人被迷晕后，男的就会被扔进一个巨大的水泥槽子中等死，女的就会被无情的端上餐桌，供旅店的全体员工享用。这天，一对小情侣来到了旅店，厨师按照惯例往他们的咖啡里加了点蒙汗药。可就在他们准备享用咖啡的时候，厨师的那个哑巴新娘突然开始大喊大叫。原来良心未泯的女人只是想要提醒他们，可两人根本不明白女人是什么意思。听到叫声的厨师也是一头雾水，他端着喷子就冲了出来。男人见状也拿出了别在后面的手枪，在这种距离下，喷子没有丝毫的优势，所以厨师识相的放下了手上的武器。小情侣也趁机开车逃跑了。这儿有一个小细节，女人在厨师出来后，第一时间把钱递给了小情侣，伪装成被勒索的样子。其实她这么做就是为了掩盖自己通风报信的事儿。该说不说，在那地儿能活着也不容易。眼看两人开车越走越远，旅店的老板丧彪却丝毫不慌。没想到小情侣真的就往右转了，这老板肯定是会点啥。只见丧彪微微一笑，拿出对讲机，让在外面的两个旅店员工截住小情侣。很快啊，他们就在公路上相遇了。员工化妆成警员，拦下了小情侣的车，然后他们左右开弓，一个负责和女人搭话，一个负责勒晕男人。等女人回身过去查看的时候，搭话的再用电击枪电晕女人。就这样，他们又被抓回了旅店，男人被扔进了水泥槽子里，女人也被关了起来。可这时旅店的内部团结却突然间崩塌了，因为员工发现自己的老婆居然和丧彪搞在了一起。旅店员工用绳子死死勒住了自己老婆的大脖子，你死！很快老婆就口吐白沫死了过去。然后他又来到了关押男人的水泥槽子，男人求他放自己出去，可员工既不想伤害男人，也不愿意出卖朋友，所以他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此刻可以看见员工的脖子上套了一根很粗的麻绳，只见他纵身往下一跳，员工当场被吊了起来。男人见状赶紧把员工往上抬，可根本无济于事。男人陷入了深深的纠结，1秒钟后他选择了妥协。男人踩着员工的身体爬了上去。另一边，女人为了能够脱身，她凭借着精湛的脱衣舞技，把看守的厨师迷得不要不要的。 Powerful like a freight train。可厨师留了一个心眼，他虽然打开了牢门，可却没有松开女人的脚镣。突然，女人拿出刚刚捡到的钉子，砰嗖一下插在了男人的眼睛上。女人想要趁机回身去拿钥匙，可他却被厨师抓住了腿。就在这时，男人闯了进来，他拿着木棍对着厨师就是一顿暴锤。女人这才得以顺利打开脚镣，脱身的二人赶紧回到车上。这时，丧彪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，眼看两人开车越走越远，丧彪再次做法。
没想到车子果然再次听话的向左转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意识操控。两人一路猛踩油门，疯狂逃命。可没想到熟悉山路的丧彪居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神行百步。丧彪展开双臂，示意让两人开车和他碰一碰。只见丧彪将全身真气汇集于双掌，男人见状也将油门踹进了发动机里。伴随着引擎的轰鸣，双方都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，一场世纪性的碰撞即将在此产生。这他妈叫什么？这叫自不量力。故事的最后，男人回到了家，没收了自己送给老婆的祖传戒指，并且把戒指转送给了女人。正当两人以为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女人在脱衣舞酒吧工作时的老板却盯上了他们。故事结束。